你知道我被问最多次的挤奶器相关的疑问是什么吗？就是这个。 Lily， 你推荐哪一款挤奶器？这个疑问其实可以很容易回答，我直接告诉你我个人最喜欢的挤奶器就行了。可是这却是最不负责任的回答方式。这个就跟古代指腹为婚一样，我喜欢这个人，所以以后我要我的孩子跟他的孩子结婚，不需要担心以后他们合不合得来，相处的怎么样，反正我看人的眼光没有错。 OK， 选购挤奶器也是这样子，如果别人跟你说他觉得好的挤奶器，你就跟着去买，没有给自己机会去体验去试挤的话，你真的不知道那个挤奶器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大家好，我是泌乳顾问莉莉哟。那即使我个人是很喜欢艾玛尼这一个品牌的挤奶器，我也不能直接跟妈咪们说买艾玛尼吧，买这个准没有错。但是我会根据妈咪们的状况还有需求，去建议妈咪们把艾玛尼的挤奶器列入考虑的名单之中，因为这个品牌的挤奶器是真的很优秀。那说到这里，问题就来了。当你进入艾玛尼的网站，你会看到艾玛尼 i2 系列的型号有那么多款，应该选哪一款比较好呢？今天的这个 video 就是要帮助你弄明白各款艾玛尼 i2 系列的 model。 在今天这个 video 结束后，你就会清楚知道艾玛尼 i2 系列每一个型号的具体区别，根据你的具体情况选择最适合的型号，还有帮助你避免购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陷阱。基本上艾玛尼的挤奶器是分为非便携性的 i1 和便携性的 i2。 i1 是医院级 hospital grade 的挤奶器，它很大台，所以不是便携性的 OK， 不是 portable 的。而 i2 呢，则是免手持 hands-free 的穿戴式挤奶器。而 i2 之中就有好几个型号，通常让妈咪们感到混乱的就是在这里。首先，最初版本的 i2 和 i2 Gen 2， 这两款都已经是停产了的型号。那如果你是去不是艾玛尼官方的网购平台，然后你看到有人卖这两款 i2 和 i2 Gen 2， 那么它可能是二手货或者是旧的存货。那要怎样知道那是旧款的 i2 呢？很简单，你看看它上面有没有屏幕就知道了。那接下来就是 i2 停产后取而代之的 i2 Plus 了。那 i2 Plus 的基本功能跟旧款的 i2 是一样的，同样都有按摩和挤奶两个模式，两个模式都有5个 Siri level。 然后 Plus 版除了有一个屏幕之外，它还添加了这一些功能。首先就是暂停功能啦，你挤奶挤到一半可以按暂停。然后它也添加了这一个非常实用的自定义自动关机时间的功能，就是说你的挤奶器你可以 set 它20分钟关机还是35分钟关机，你可以根据你挤奶的时间去设置自动关机的时间。 OK， Plus 版就是有这些新的东西。到目前为止，现在2025年的9月，我们马来西亚市面上出现过的 i2 Plus 一共有3个版本。那这3个版本的差别在哪里呢？ OK， 事实是这样，如果你去 iMoney Malaysia 的官方网站的话，你只会找到2款 i2 Plus。 OK， 目前2025年9月在 iMoney Malaysia 的官方网站。 OK， 这2款 i2 Plus 就是这一个 i2 Plus 和 i2 Plus Pro， iMoney 他们也把它称为 i2 Pro， 是一样的东西。那为什么我刚才说有3个款式出现过呢？是因为那个第一版的 i2 Plus 是已经被现在官方网站的这一款 i2 Plus 取代了的。 OK， 你看这里，这个是官方网站目前卖着的 i2 Plus 版本。挤奶器正面这个灰色的部分，它周围有一个框，而现在官方网站没有了的那一款呢，则是这样子没有框的。 OK， 既然现在官方网站已经没有卖了，为什么你需要知道这个讯息呢？这是因为了防止你被骗，或者说不小心买错了。那 iMoney 现在网站卖的这一款有线边框的这个 i2 Plus 呢，
它是可以放在 iBox 里面变成医院级挤奶器来用的。旧版本的这个 i2 Plus 没有这个边框的，放在 iBox 里面是用不到的。如果你因为某些原因不小心弄不见了其中一台 i2 Plus， 或者不小心弄坏了，你只是想要买回一个 i2 Plus 的机体，可能你去跟别人买一个二手的，或者说你不是去官方网站买，回到家把它放在你的 iBox 里面，才发现为什么用不到的？因为你可能买错了旧的版本。 OK， 你需要知道这个差别。 OK， 分清楚哈，这两个同样正面是灰色的 i2 Plus， 没有边框的是旧款的，有边框的是新款的。它们其他的功能都一样，只是差别在于一个可以放在 iBox 里面用，一个不可以。最后 i2 Plus 和 i2 Plus Pro 或者说 i2 Pro 这两个差别在哪里？那灰色的这个就是 i2 Plus 啊，粉红色这个就是 i2 Plus Pro， 是目前 i2 Plus 系列里面最新的款式。那其实它们的功能是一模一样的，差别就在于连接上去的挤奶杯。i2 Plus 的挤奶杯用的是 silicone 的软喇叭，一共有5个部件要组装和拆开来清洗。而 i2 Plus Pro 的挤奶杯用的是 PP 材质的硬喇叭，它就只有2个部件，可以1秒组装，拆开来清洗的时候也就只有这2个部件，非常方便清洗和消毒。这2款都是可以放在 iBox 里面使用的。好，接下来就是购买指南了。你应该买 i2 Plus 还是 i2 Plus Pro 呢？其实选择的焦点就只有这2个。第一就是你使用穿戴式挤奶器的状况，一般上是有时间可以让你慢慢来组装的吗？还是你一定每一次挤奶的时候都是在忙碌中，需要1秒组装就立刻带上去使用呢？第二就是你介意不介意需要清洗多几个部件？另外，如果你是已经有使用挤奶器经验的妈咪，你曾经体验过身体对软喇叭和硬喇叭的反应的差别，比如说哪一个比较有效，或者哪一个会让你痛，这也是一个很直接的选择方法。 OK， 在选择了你想要的 i2 Plus 型号之后，下一个问题应该就是我应该选 Charging Dock 的配套还是 iBox 的配套呢？价钱相差200块耶。那 Charging Dock 就是一个让你可以同时给2台挤奶器充电的道具，这个本身已经是非常方便的选择了。而 iBox 呢，它不只是一个让你可以同时 charge 2架挤奶器的充电座，它还可以把你的穿戴式挤奶器升级去医院级挤奶器，更强更有力的挤奶器。 OK， 所以你要选择 Charging Dock 还是 iBox， 就看你需不需要把你的穿戴式挤奶器拓展去变成一个吸力更强更稳定的医院级挤奶器了。那看完这个 video 之后，你的下一步就是根据你刚才记下的答案去选择 i2 Plus 或者 i2 Plus Pro， 然后第二就是决定你需要的是 Charging Dock 配套还是 iBox 的配套。第三，如果你还不确定，可以去观看我的 iBox 的详细 review。 第四，在购买的时候，你可以在 coupon code 那一栏填下这一个 coupon code， 就可以得到折扣价。希望今天这个 video 可以帮助到你，拜拜。